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发。这周 AI 的消息呢，真的就是一滑手机呢就会爆炸的那种密度，你完全不用管什么品牌丢了什么新闻发布，因为呢我已经全部帮你看过了。可伶直接连续5天丢影片模型的更新，而 Runway 呢放出了 Gen 4.5， 那个画面呢真的是漂亮到让人怀疑人生。Google 这边呢跟 Amazon 呢在 AI 助理、AI 代言人这条路线上呢一路加码，而 DeepSeek、Mistral 呢全部推出新的模型。OpenAI 那边呢又在传超神秘的 Gallic，ChatGPT 里面呢还跑出了一个看起来像广告的东西，引爆了整个社群。Steam 那边呢也开始吵了，要不要把 AI 做的游戏贴个标签什么的。甚至连 Apple 都突然跳进来丢出自己的影片生成模型，不夸张，这周能讲的内容真的多到可以录3集。所以今天这集呢，我就帮你把所有混乱资讯整理成了我们真的需要知道的版本，看完你就会知道了哪些东西你可以马上玩，哪些呢要观望，哪些其实只是个话题。这周最炒的一个关键字呢就是可伶了，他们直接来一个5天连续公布，而且呢不是小改版，是每一项呢都能拿出来讲的等级。那对我来说比较有感的大概有下面这3个了。首先呢是被叫做影片版 Nano Banana 的可伶 O1，再一个呢就是可伶 Image O1 做图片融合的，然后呢就是有原声声音的可伶 Video 2.6。那我们先来看看 Image O1 呢，各种风格的角色、场景、物件，不管怎么变化，细节跟风格都连得很紧。它主打呢几个关键字：超强的一致性，还有精准修改，风格超级有个性。简单讲就是你可以先生出一张你喜欢的图，之后如果只想改表情、姿势、衣服一点点的花纹呢，不用再重生一张，直接在同一张图上面可以做细修。而且你可以发现，不管它怎么改、怎么延伸，角色的五官比例、脸型、整体风格呢都维持得很稳，不会突然变成了另一个人。这个对创作者的差别真的超大。以前我们用一般图模型呢，常常是这样的：第一张生的 OK 还满意，第二张想换个角度，结果整个人脸呢都换了。Image O1 呢就比较像是帮你把这个角色锁定住，之后呢都在它附近做变化。所以如果你是要做一整套世界观角色、品牌吉祥物、人设，或是 YouTube 缩图，想用同一个人很多张不同的表情，这个情况呢 Image O1 呢就会比你以前用的那种一次性凭运气的图模型要好，更像是一个认真在帮你控风格的美术主管。再来就讲讲可伶 O1， 这个呢，如果你只看名字会有点抽象。它让你可以用多个角度图片去建一个角色、物件或者场景的资料库，然后呢，可伶 O1 会记住这些东西，之后你要生影片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叫他们出来用。像官方的说法就是，你可以用不同的角度的图片去建立一个 element， 可伶 O1 呢会记住这个角色、道具或者背景，未来要出新片的时候，只要跟他说我要用同一个主角，他就会尽量的保持造型、比例和整体感觉都一致。这个对谁最有用呢？其实就是想拍同一个主角的 AI 连续剧啊、短剧啊、品牌影片里面，同一个产品要在不同的场景出现，以后要长期经营一个 IP、吉祥物、故事宇宙。以前呢，我们每次生影片呢都在赌运气，这一集头发比较多，下一集下巴比较尖。现在呢就多了一个元素库的概念，把角色跟场景收好，可伶 O1 呢就变成了你的世界观管理员。所以呢，我会这样定位它们。Image O1 呢比较像是平面图像的修图加一致性工具，而可伶 O1 呢则是帮你管理整个宇宙里的人物景，尤其是要往影片走的时候，它会越来越重要。
下面就是可伶这次讨论度最高的更新 Video 2.6 了，不是只有画面在动，还有人物在说话，背景音效、音乐一起跑。官方给它的标语也很有意思 ，See the sound, hear the visual， 意思呢就是它不是先做影片再配音，而是画面跟声音一次在同一个模型里面生出来。所以你可以用很简单的 Pro 去要求两个人在对话，有环境音，有 BGM， 有效果音。其实我的真实身份是一名警察。甚至呢，有些示范会做成小片段的剧情。而 2.6 的重点呢，在于它现在可以升 1080p 的影片，5到10秒的长度，声音包含对话、音效跟背景音乐，支援中英文语音。用创作者的语言讲，就是以前你的流程可能是升影片，找 AI 配音，丢进剪辑软体对嘴，再加 BGM， 再调音量。现在呢，就可以变成文字打一打 prompt， 然后呢直接拿到有画面、有台词、有环境音的一段带子了。当然，现在的嘴型同步、声音细节还没有完全到真实拍摄那种等级，有些场景你仔细看呢，还是会觉得有点 AI 味。但是对很多短影音创作者来说，这已经是非常值得尝试的一个阶段了。你可以快速测一些脚本桥段。先用 2.6 升一个有声草稿来看一下节奏，之后呢再决定要不要用更高的成本方式重做。所以我自己的感觉是，可伶 2.6 呢不是来取代专业拍片的，而是把构图加镜头语言加声音节奏这一整套变成你可以随手丢 prompt 去试的东西。是时候走了，不是吗？哦，时间到了。那接下来我就要讲讲 Runway 了。如果可伶是这周的更新最多，那 Runway 就是那种会让全网安静3秒的存在。因为他们这次公开的 Gen 4.5 示范画面，老实说真的漂亮到你会怀疑，这到底是 AI 生的吗？还是真人拍的？我怎么好像看过这样的画面呢？首先呢，是我的第一个印象，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画面整体非常干净、稳定，细节该有的都有，像是角色的皮肤、衣服褶皱、光线的反射，不会有那种 AI 最常见的边缘抖动或者光影忽明忽暗忽亮的一个问题了，整体就是很接近，真的有人用电影镜头拍的素材的感觉。我觉得还有第二个亮点，就是 Runway 4.5 很强的地方是镜头真的有重量感跟惯性。以前 AI 影片最容易露馅的地方就是运镜了，常常像是漂浮在空中的摄影机的感觉。但是这次 Runway 的镜头语言真的让我有惊讶到，很像是真人在拿摄像机走位。那第三个亮点，我觉得就是脸部的表情、微动作都比以前要自然了。当你看角色表情的时候，我们会看他的眼神、眉毛、嘴角，会发现呢，他都会有细微的变化，不会突然跳到或变成另一张脸的感觉。我觉得这一次呢，在人物细节的部分，Runway的提升比我的预期呢大很多。那我觉得你现在脑袋里面一定也想问，那我今天打开 Runway 就能生出这种等级的影片吗？答案是还不完全能。Gen 4.5 呢，现在还是在逐步开放阶段，目前看到的示范影片呢，多数都是官方的研究展示，真正全面开放给所有使用者的日期呢，还没有讲清楚。不过以 Runway 过去的节奏来看，通常他们公开 demo 之后呢，大概会在几周内开一部分权限，让创作者先去试试。那如果你问我跟 Google 的 Will 和 OpenAI Sora 比呢，谁最强？我觉得现在有点像是三方不同的风格。Sora 这边呢是物理最完整、叙事能力比较强的，而 Google Will 这边呢，我觉得是光影自然，整体画面会让人比较舒服。而 Runway Gen 4.5 这边呢，就质感最电影，运镜最像真拍的感觉。
所以对我来说，人为呢不一定是最逼真，也不一定是最逻辑正确，但是它在画面质感这件事情上，它现在真的有把自己往上推了一推。但其实我也要老实讲，它不是100%完美的。如果场景很复杂，人物很多，镜头很长， AI 影片呢还是有机会出现一些瑕疵，物理逻辑呢不完全合理，角色的动作偶尔有点 AI 味道，连续镜头呢越长越容易露馅。所以我给大家的建议是呢，短片、概念片、社群影片呢就很适合先玩玩看。但是如果你要做正式的上岸 TV 品质，或者呢需要高稳定的剧情片，我会建议先用 Gen 4.5 生个草稿来看看，再搭配真人拍摄或者是后置来补强一下。我会把人为的这次更新呢定义成不是玩具也不是花招，是真的把质感往上推一个等级。对做影像的人来说，人为 Gen 4.5 呢是值得期待的。讲完影片这条线，我们拉回到办公室。这周呢 Google 丢了一个东西叫 Workspace Studio， 简单来讲就是帮你在公司里养一群 AI 小助理。它不是一个新的 App， 比较像是一个控制中心，让你用很简单的方式去帮 Gmail、DOS、Sheets 还有 Calendar 这些工具各自配一个专门负责某件事的 agent。你不用写程式就可以做出类似这种东西，专门帮你整理客户的信件，分 priority 的信件小助理，每天早上呢自动抓昨天的销售数据，做成了报表的小帮手，还有开完会自动整理会议记录的，分派待办事项的小秘书。那它的关键点是在什么地方呢？我觉得这些 agent 呢不是只会回一两句，是真的可以自己跑完整个流程。例如收到一封报价信，它可以先读懂内容，帮你填进试算表，再丢进共享文件里，通知相关的人。对一般上班族来说，我觉得最大的意义是，以前这种自动化要 IT 部门帮忙写脚本串 API， 现在呢你只要懂自己每天要做些什么，就可以把最烦最重复的那一块交给 Workspace Studio 的 agent 来帮你处理了。再来呢是同一家的 Gemini 3 DeepSync， 这个名字听起来很玄，其实呢可以把它想成帮模型多留一点时间思考的专业模式。它目前呢只开在 Gemini App 里面，而且呢是付比较高一级叫做 Ultra 的订阅方案的用户才能使用，一般免费或者比较便宜的方案呢是没有的。DeepSync 呢主打的是推理能力，比较适合拿来处理什么东西呢？比如说需要好几步推导的数学题、逻辑谜题、规划类的问题，很多条件要一起考量的复杂决策等等。它的做法有点像是不是看到题目就立刻回你，而是会在背后列出很多种的可能的路线，一个一个去试，再收敛到比较合理的答案。缺点呢也非常明显，只开在高阶方案，价格偏贵了，速度呢会比一般的聊天模式要慢，所以呢我会把它定位成不是每天聊天用到的模式，而是你真的卡在一个很难的问题的时候，就可以打开来让它陪你慢慢推的一种工具。接下来这块呢，我觉得可以叫做是亚马逊在偷偷盖 AI 工厂。前面大家都在吵谁的模型比较强，谁的聊天机器人比较聪明，而 Amazon 呢这一波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一条路线。
直接从硬体、机房、工程师工具下去做。这次呢，他们丢了几个重点。第一个呢，是一组叫做 Frontier Agents 的东西，你可以把它想成专门给工程师、公司 IT 用的 AI 助理，不是陪你聊天的那种哦。里面会有几个角色，有一个叫 Kiro 的，就是写程式、看文件、帮你跑一些技术任务的虚拟工程师。另外呢，还有专门帮你看系统有没有出事，帮忙排查问题的助理。他们的特点是不是回答你2句就结束，而是可以在背景自己工作好几个小时，甚至好几天，把该查的资料查完，最后呢，整理一包结果给你。那 Amazon 第2个更新呢，就是新的 Trainium 3 AI 晶片。简单讲呢，这颗就是专门拿来训练 AI 模型的处理器。官方说比上一代要快4倍，记忆体呢也变大。目的呢是让那种超大模型可以在更少的机器上跑完。对于我们来说呢，可能你不用记规格，你只要知道这是亚马逊在跟 NVIDIA 抢资料中心 AI 晶片这块市场就行了。那 Amazon 的第3个更新呢，就是有一个叫 AI Factory 的方案，这个呢就很有画面感了。如果你是大企业，不想全部资料呢都丢到云端， Amazon 呢它会帮你客制化一整间 AI 机房到你自己的公司里面。硬体、网络、管理系统全部一起包，所以我这边呢就总结一下，别家呢是在做聊天机器人，做 App 让你玩， Amazon 呢比较像是在卖整套 AI 工厂给企业，你可能平常感觉不太到，但你公司未来用到的很多内部系统背后很有机会就是这一批东西在撑了。比较贴近我们的是他们在 Fire TV 上加了一个小功能，你可以直接用语音跟电视说，帮我跳到这部电影里面某某出现的那一段吧，它就真的会直接帮你跳到那个片段。这种呢就是比较生活感的 AI 应用了。再来呢，就是最近讨论度也很高的 DeepSeek V3.2， 他们自己呢就直接讲了，这是一个先把推理做到爽，再来谈其他的模型，还特别做了一个叫 V3.2 Special 的版本，是专门给 Agent 用的推理强化版。简单讲呢，这一家走的路线是价格相对亲民，很早就支援了多平台 API App， 强调呢可以拿来当其他 Agent 系统里的大脑。官方文件呢一直在强调2件事情，就是运算的效率，同样的硬体上可以跑更多请求，还有推理的表现，特别优化了多步推导、工具调用、长对话记忆。对使用者来说，我觉得它比较像是，如果你不一定要最顶的品牌，但想要 CP 值高，可自己架在伺服器上，那 DeepSeek 呢可能会是一个你需要放进比较清单里面的选项了。再来这个呢，是欧洲那边很重要的一家模型公司，叫 Mistral。他们这次发的是一整个 Mistral 3家族，不是只出一个模型就收工了。有比较小颗的版本，类似轻量级模型，适合放在一般的伺服器上跑，成本是比较低的。也有一个比较大的旗舰版，专门拿来做比较难的任务。这一堆名字呢，大家不用全部记，重要的是他们的授权跟其他家很不一样。Mistral 强调的是模型权重是公开的，而且它用的是对商业很友善的 Aperture 2.0 授权。白话是什么意思呢？很多公司可以下载回去自己架，也可以改一改包进自家产品里面卖，在法律上呢比较不会踩到雷。这次他们还特别跟 NVIDIA 合作，帮你把在云端上部署、监控这些模型的流程简化，变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企业解决方案。所以如果你问一般用户会不会每天打开 Mistral 官网聊天，可能是不会的。但是如果你问未来你用的很多网站、工具、公司内部系统背后会不会悄悄用到 Mistral 3呢？我觉得概率是蛮高的。它比较像是躲在幕后给别人拿去做产品的那种模型。接着这个呢就比较八卦一点了，叫做 Gallic。
这个呢不是官方对外推出的产品名称，而是有媒体爆料说 OpenAI 内部呢在做一个新的模型，代号叫 Gallic， 目标呢是要追赶甚至压过最近 Gemini 3的风头。现在我知道的资讯其实也是有限，这个名字呢是内部代号，不是最终的商品名，重点呢放在推理跟多步行动这一块，跟之前你听过的 GPT 5.1、Codex、Math 这条线呢是并行在做的。但是对在看整个市场的人来说， Gallic 呢就比较像是一个讯号了，就是 OpenAI 意识到不能只靠现有的这一批模型吃老本了，现在必须要丢出新的东西去应对 Google 最近的攻击了。具体的表现怎么样，老实讲现在谁都不知道，等它有公开 demo 或者正式命名出来才有办法去真的去比较。再来呢是吵得很凶的 ChatGPT 广告风波了。有不少的付费用户呢就在社群上贴截图，说了自己在问很正常的技术问题的时候，结果对话框里突然出现类似你要不要看看某某品牌商品这样的句子，或是看起来像是他给这种品牌的推荐。很多人呢就直接炸锅了，我都付费了，为什么还要看你的广告？后来呢 OpenAI 就出来澄清说，这些不是卖广告，而是他们在测一个叫做 App Commerce 的功能，想要在对话里面推荐可以帮你完成任务的外部服务。比方说你问运动计划，它就顺便推荐运动 App，你问购物，他就顺便带你去某个合作的服务结账。官方的强调呢就说这一波没有收品牌的钱，也没有正式启动广告专案，只是实验在对话里帮你完成购物这件事情。不过因为大家看到的是很像广告的画面，再加上 ChatGPT 本来就有收费订阅了，这种感觉就特别敏感了。目前的结果就是 OpenAI 暂时把这类看起来像广告的提示关掉了，说会重新调整设计跟沟通方式。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这件事不管你认不认为它是广告，至少代表了一件事情，以后我们在用 AI 聊天机器人的时候，很可能会越来越常遇到这个情况，聊一聊就可以直接买东西的情境了。这条线我认为未来呢一定还会再炒好几轮的。再来呢是游戏圈，这周其中一个蛮有趣的点是 Steam 现在呢会帮游戏打 Made with AI 的标签，结果呢就引发讨论了，这个标签到底有没有意义？目前的做法大概是只要游戏里有用到生成式 AI 内容的，开发者呢就要在送审的时候勾选上， Steam 呢会在页面上标示告诉玩家了这个游戏有 AI 生成的内容。有些人觉得这样很透明很好，但也有人说了，以后几乎所有游戏开发流程多少都会用到 AI， 那这个标签根本就等于没标。甚至呢有其他平台的老板出来呛说，再过几年标 AI 制作意义大概就跟标这个开发者用了某牌洗发精差不多的效果。我自己觉得这件事代表的是内容平台还在摸索要怎么在透明告知跟不要过度污名化之间找到平衡。对于创作者来说，以后你上架作品可能越来越需要主动的去说明自己用了哪些 AI 工具，这呢会变成一个新的常态了。接下来这两个呢是我自己特别有感，比较偏创作者工具的。第一个呢是 Creo 的 Node App Builder。Creo 其实本来呢就有一个叫 Nodes 的系统，让你可以用一格一格的节点把各种图片模型、影片模型、Nano Banana 这种工具串到一起，做成一条自己的工作流程。这次新出的 Node App Builder 呢，重点就是你可以把这整条节点的流程一键包成一个小 app。例如呢，你平常有一套很复杂的，先用某个模型生草图，再丢到另一个模型改风格，再加特效，最后呢是缩图。
以前每次呢都要你自己一个节点一个节点的操作，现在可以打包成一个按钮给你的团队、学生、客户直接使用了。我觉得这个改变对创作者来说真的是很关键，因为它等于是在说你不用当工程师了，也可以开始做自己的 AI 小产品了。这对做课程、做模板、做素材平台的人来讲，之后呢可以玩的空间会变得超级大。再来呢，就是 Apple 的 Starflow V。苹果平常给人的印象都是超级封闭的，但是这次他们很反常的把一个可以生图片也可以生影片的模型直接开源放到 GitHub 上。Starflow V 呢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它不是走现在大家最常讲的扩散模型，而是用另一种叫 Flow 的做法。这个名字呢你也不用记，你只要知道它想证明一个事情，影片生成不一定只能靠扩散这个事。目前呢技术报告里面也有提到，它可以生成大约 480p 16 fps 的影片，不是那种超高解析度的大片。但是在研究界大家关注的点是什么呢？就是这种结构未来可不可以做到更稳、更快、更适合当事件模型。对于一般创作者来说，它现在比较像是研究用，不是你今天打开某个 app 就能玩。但我会把它列在我的清单上，是因为这代表了一件事情，连苹果都开始认真的在做可以生成影片的基础模型了，而且呢是愿意开源给大家研究的，这对整个生态系是很大的一件事了。好，这一集呢就收在这边。简单讲一下，最近从 Clean Runway 的影片大乱斗，到 Google、Amazon 在公司里塞满了小助理，再到 DeepSeek、Mistral 呢这样的开源模型， ChatGPT 的广告风波， Steam 的 AI 标签，苹果的影片模型，其实呢他们都是在讲同一件事情。 AI 不只是玩具了，已经慢慢渗到我们的工作缝隙里面。如果你有哪一段呢特别想我做实测影片的，在下面的留言跟我说。也感谢各位给我的影片按赞、订阅我的频道、开小铃铛。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啦，拜拜。Only human. Dodge this.